覆水难收，但二氧化碳可以收。人类已经向大气排放了超过2兆吨二氧化碳，导致全球气温升高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。从破纪录的热浪到毁灭性的暴风雨，气候危机不是未来的威胁，而是当下的现实。它是环境问题，也正在影响经济、粮食安全，甚至是国际局势的稳定。此刻碳排放持续增加，我们真的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危机恶化吗？现在，科学家与企业正在研发能够逆转这一切的技术，不只是减碳，而是负碳，也就是从空气中移除比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，让地球恢复平衡。这场全球科技竞赛已经开跑，各国政府陆续制定碳排放政策，企业也开始投入这场竞争。碳捕捉技术成为决定谁能在低碳经济中取得主导权的关键。首先，有一个关键词必须先搞清楚 ：CCUS。这项技术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 CCUS？CCUS 英文叫做 Carbon Capture, Utilization and Storage， 是碳捕捉、利用与封存技术。其实应该分成碳捕捉、碳封存以及碳的再利用。碳捕捉就是从大气或工厂排放的废气中把二氧化碳抓下来的方法。不过，碳捕捉只是把二氧化碳抓下来而已，但抓完之后要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说直接再放回到大气里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封存或再利用。碳封存就是把抓到的二氧化碳打到地底或海洋的一个方法，这样能够把空气的二氧化碳含量减少，达到真正的负碳。不过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们把塞进去的二氧化碳必须要经过加压变成液体，然后再运输到封存的场域，才能被封存。而且封存的风险、长期维护都有一些挑战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把碳进行再利用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把碳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，那它就不是一种污染，而是一种资源。这样的技术发展就是让碳捕捉技术不只是减碳的成本，而是创造一个新市场的机会。因此，目前全世界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碳的再利用。那么这些二氧化碳到底怎么用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碳放到温室中养植物或藻类，或是把二氧化碳用化学催化或电化学的方法转成化学品，譬如说醋酸、甲烷或甲醇。其他也可以把捕捉到的碳转化成可利用的物质，像合成燃料或塑胶等等。那碳的再利用真的就这么神奇吗？当然不是。现阶段碳的再利用技术效率与稳定度都还需要改善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把1公克的碳转成燃料，那这转化过程里面去排放的二氧化碳2克，这根本就没有负碳，而且还增加了排碳量。就算做到1:1的转换，那也只是0碳而已。因此，要达到真正的负碳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碳储存起来，因为只要能够确保碳捕捉时的碳排少于捕捉到的碳，那就是负碳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还要继续寻找碳封存场址的原因。那台湾在 CCUS 上做了什么呢？其实台湾从2009年开始就注重这个 CCUS 的技术，国科会当时发起了一个净零主轴专案的计划，目的是要推动技术产业化，确保我国在 CCUS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。近期半导体产能龙头台积电正在生产过程中导入负碳的技术，在机台安装温室气体破坏设备，使制程中的含氟气体排放减少超过90%。不只是台积电，台湾各大企业也都有参与研发，像是永丰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，开发高效的捕碳方法，并把捕获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，譬如说生物燃料和化学品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。中钢则与工研院合作，推动二氧化碳捕捉技术，将碳排放回收再利用，把二氧化碳转化为工业用气体或燃料。我们曾经认为碳排放是不可逆的灾难，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改变的契机。当碳排放成为每个企业不可避免的成本，产业纷纷要为此展开行动。这时候，负碳技术不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必定会发生的改变。如果你想更了解台湾 CCUS 的发展趋势，推荐你看看《科技魅影》第17期负碳技术。我们将深入解析台湾产业如何落实 CCUS， 并探讨全球的技术发展趋势。这是一场全球产业的竞争，也是一场改变地球未来的机会。让我们一起见证负碳技术如何重塑人类与环境的关系。